慈简哥哥，你的名字怎么写啊？他又在旁边写下了陆慈简3个字，依旧是苍劲有力，好看的过分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只有陆慈简和江一绵2个人的名字在一旁并列，没人打扰。若不是写在地面上，瞧着倒像是结婚证上那并列的字了。江一绵只被脑子里的想法给惊到了，抬脚就要把自己的名字擦了。小野第一个发现，当即说：姐姐，你也练练你的名字怎么写啊？迎上陆慈简那幽怨的眼神。我一会儿练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练自己的名字吗？不然以后别人问起，我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他觉得姐姐说的很对呀，如今连太爷都在练字了，姐姐怎么能不练呢？他只有些欲哭无泪。我真的会了。说着就捡起根树枝，随意在地上歪七扭八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江一绵这才松了口气，一抬头就对上陆慈简那似笑非笑的眼神，像是能把他一眼给看穿似的。他瞬间警觉，看了眼自己写的几个歪七扭八的字，才瞪了对方一眼。看什么看？不就是字写的丑了点吗？他哼了一声，才进了厨房。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陆慈简饶有兴致地盯着地上的字，嘿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秘密啊！地上的字儿虽然和几个孩子一样写的歪七扭八，但每个字的笔画顺序却是正确的。若是真不识字，应当会像几个孩子一样，只能照着把字给画出来，各种笔画顺序是一概不知的。可江一绵却不是，饶是他把字写得再丑，那信手拈来的笔画还是暴露出了他识字的真相，而且他定然写得不会差。冷淡的眸子里多了几分好奇。好在饭很快就好了，晚饭很丰盛，有荤有素，各种菜搭配在一块儿，还做了一盆芋头炖排骨，是把众人都香迷糊了。再加上解决了山上的大隐患，每个人这会儿都很开心。可此时的小洼地外面就没有如此安静祥和了。王柱子一行人一回去，就告诉大家山药和芋头可以吃，能填饱肚子。至于一些注意事项，他也告诉了众人。一部分人还有些犹豫，但瞧着不少人都四处找寻起来，他们也跟着一咬牙找了起来。就是被毒死也比被饿死强啊！只要能吃饱，不用饿肚子，他们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？就是被毒死，他们也要做个饱死鬼。想明白了这些，众人纷纷起身，在山上四处找寻起来。四处都是食物的清香，众人早就被这香气给迷住了眼睛。软糯香甜的味道一入口，就迎来众人的一阵夸奖。东西拿出来！我大哥说了，你们今天差点害死兄弟们，这山药和芋头你们不能吃。要不是这家伙胡乱指路，他们怎么可能被那些陷阱给困住呀？要不是我们兄弟俩带你们过去，你以为那些人会告诉你们这东西可以吃吗？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山里那几户都是我们的亲戚，算起来我们2兄弟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呢。要不是有他们在，刘老头他们咋可能把这食物给说出来呀？亲戚有带着陌生人打去亲戚家抢粮的吗？你们也配？奈何2个人本就受了伤，再加上没吃饱饭，哪是这些刚饱餐过的人的对手啊？好不容易从犄角旮旯捡回来的山药块也被几个人抢走了。这边的动静不小，不少的人都看见了。可接下来的几天，只要刘大飞几个人找到了芋头和山药，就都会被抢。不是王柱子一行人，就是其他的流民。几天下来，众人都吃上了饱饭，就只有刘大飞2兄弟还苦哈哈地挖着树根树皮，每天饿又饿不死，吃也吃不饱，着实难受啊！每天都是骂骂咧咧的，而2兄弟也是经常吵架，众人就只当看乐子。山上的流民有了东西吃，不再闹事儿，开始安稳地过起了日子。而小洼地里
最近却不太好。因着陆慈简教大家写名字的事儿，给了江一绵灵感。他趁机让大家开始每日都认识一些常用的字儿，只说是从陆慈简那儿得知的，倒也没让几个孩子怀疑。毕竟那日姐姐只是看了一遍就会写了自己的名字，认识更多的字那都是迟早的事儿。只是啊，认字这事儿却让狗剩和赵大树三兄弟叫苦不迭。刘老头几个大人倒是拒绝了认字这个事儿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之后，就默默远离了这个事儿。江一绵呢，倒也没强求几个大人，但几个小孩子那都是必须要认字的。于是在他的带领下，几个孩子一有空就拉着狗剩和赵大树三兄弟练字认字。几天下来，倒还真让他们认识了不少的字。眼见着狗剩终于会写几个大写的数字了，小野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又跑去看赵大树三个人了。江一绵也满意的点点头。小野确实是个读书的好苗子，虽然那字还写得歪歪扭扭的，但只要他教过的字，对方很快就能记下来，很聪明。而且有小野看着练字，他也轻松了不少。小云婶婶，你在找什么？鸡丢了，昨日就丢1只，今日又丢了2只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昨天他还以为是鸡在林子里迷路了，就四处找了找，偏偏愣是没找着。今天他本想着把圈里的鸡给放出来，那只鸡若是走丢了，听见这些鸡的叫声也肯定会回来的。可谁曾想，鸡没找着，还又丢了2只，差点没把他气死。江一绵听了也皱起了眉，连续丢了3只鸡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啊。小云婶婶，要不然这些日子就不把鸡赶来林子里了，就在院子里得了，平日里多清理鸡粑粑就好了。我平时有时间也会去扯兔草，顺便能帮你扯些鸡草回来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多谢一绵。2个人正说着，就瞧见咪咪忽地朝陈家鸡圈里飞奔过去，只把圈里的鸡给吓得四处躲闪起来。江一绵一惊，只以为这几日的鸡都是被咪咪给吃了，呵斥道：咪咪，回来！一看见咪咪在陈家鸡圈里扑飞了不少鸡，吓得众人连忙赶了过去。鸡圈里的鸡被咪咪吓得四处乱飞，好不容易把鸡给安抚住了。江一绵才看向鸡圈里还没来得及收起爪子的咪咪。小老虎最近长大了不少，原本小小一只，现在都快1米多长了，再加上每天都有鸟雀和肉吃，瞧着也壮了不少，能明显看出不是一只猫，而是老虎了。那随意露出的凶相看着着实有些吓人。刘老头也被突然发狂捉鸡的咪咪吓着了。这几日丢的鸡不是被咪咪吃了吧？老虎本来也不是吃素的，养了这么久还是没养熟。其他人虽然没说话，但心里明显是一样的想法。野兽终究是野兽，天生的野性是消除不了的，尤其还是只老虎，捕食就是它的天性啊。见众人都沉默了，哎呀，没事的，咪咪估计就是饿了，我一会儿给它喂点东西吃，都养了这么久了，它咋可能吃鸡呢？估计啊，就是闹着玩。听见刘小云如此说，其他人也没再说什么。江一绵却是皱着眉，一巴掌拍在咪咪脑门上。为什么扑鸡？没吃饱怎么不去自己盆里吃啊？可这会儿那盆里明明还有一只死麻雀，咪咪不吃就证明应该是饱了，可这个小家伙却又来扑鸡吃，真是怪了。养了几个月了，今天还是第一次瞧见咪咪如此凶狠的来扑鸡呢，也是他第一次露出属于老虎的野性来。江一绵就想不明白了，见咪咪只是在院子里陪小暖玩，正各自忙碌着，就猛地听见小暖儿发出一声惊呼：咪咪，你别跑！众人都被这声音给吓了一跳，一抬头就见咪咪又朝着陈家鸡圈里跑过去了。这下只把众人都给惊着了，放下手里的活计就赶紧跑去阻拦。咪咪，你干嘛？你再吃鸡，信不信我们不要你了？太爷，咪咪不是要吃鸡，你们快看！
只朝着鸡圈的角落看去，但咪咪却没有去捉鸡，只是张大嘴朝着角落里那只毛茸茸的东西咬了过去。顿时一阵惨叫响起，另一只本来要慌忙逃窜的东西被咪咪一巴掌就呼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竟是2只手臂长短的黄鼠狼。众人都是一惊，本以为丢的3只鸡是被咪咪给吃了，可现在看来，分明是被这黄鼠狼给吃了呀！刚才若不是咪咪警觉，扑过来咬死了2只黄鼠狼，那陈家鸡圈里的鸡怕是都会遭殃了。如今正值秋季，正是黄鼠狼泛滥出来吃家禽的时候。是太爷误会你了，咪咪别生气，太爷不会不要你的。都怪我误会你了，咪咪才不是吃鸡的大坏蛋，以后咪咪每顿都能吃肉，还能吃得饱饱的。这2只偷吃鸡的坏蛋也交给咪咪啦。一听这话，咪咪才开心起来。赵杏儿的布终于也织好了，她给江柳2家都送了些过去，足够给几个人都做身衣裳了。杏儿啊，这布啊正好拿来做冬袄，冬日一来，这山里就更冷了，几个孩子哪受得了啊？眼看着马上要过冬了，没有棉衣可不行呀。凤琴姐，我俩一会儿叫上小云去摘些芦须回来吧。那东西啊，虽然轻，比不上棉花，但多填一些在衣服里面也是能保暖的。他的空间里可还有不少棉花呢，就是没有机会去拿出来。看来他得找机会给每家都分一些才行了。等雪一落下，山里的气温会骤降，没有冬衣过冬可不行。原本他是打算在山里种些棉花的，奈何那会儿种棉花的季节已经过了，就只能继续把种子留着了。一棉姐，你快来，我轮椅做好了。这声音可不小，只把众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。真做好了，快推出来我看看。赵大树瞧见这神奇的玩意儿，也有些惊讶。他虽然在柴房里帮狗剩锯过木头，但当时可一点也没看出对方要做个啥东西。狗剩，你真厉害啊！有了这东西，铁柱叔就能自己移动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都是一棉姐想出来的法子，我哪能想到这精巧的玩意儿。二黑、小黑，你们俩别玩了，快去让你们铁柱叔坐上来试试怎么样？爹，怎么样？这东西不错吧？比那不能动的椅子方便多了。太好了，他也可以自由移动了。直到刘老头和刘大勇拎着只野山羊从外面回来，众人才回过神来。江一棉有些惊讶，正在好奇野山羊是哪儿来的，就瞧见了后面姗姗来迟的陆慈简。慈简，快来快来，你小云婶婶把那只山羊拿去炖了，你以后有时间就来吃饭，没事的，也不用拿东西。陆慈简只是淡淡的道了声谢，见江一棉看过来，才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。这不是在外面碰上慈简在打猎吗？他非要把山羊给我们，我就直接把人带回来了。那可是只30-40斤重的山羊啊，瞧着就香。对方二话不说就要给他们，他推辞不过，只能把人给带回来了。况且这几次相处下来，他还是蛮喜欢这个年轻人的。其他人见到陆慈简来，也都很开心的朝他打招呼。众人也都知道他的性子。慈简哥，你这些日子让姐姐教我们的字，我们都学会了，你快来看看我写的怎么样。陆慈简却有些疑惑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一抬头就和瞪大双眼的江一棉对上了视线。江一棉只觉得有些懊恼，他就说是忘了什么事儿呢，正准备给陆慈简使个眼色，示意对方不要说出去，就见陆慈简疑惑地眨了眨眼睛，奇怪地说：我什么时候给江一棉心头狂跳，眼神警告地瞪了过去。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陆慈简微弯的唇角，可江一棉却丢下一句我有几个字儿不认识，就拖着人走了。眼看着两个人躲进一处角落里，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摊牌了。我认识字的事儿，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。你识字？他刚才也没有要说出来的意思，不过就是想逗逗对方。谁知道这人这么不禁逗，
直接就告诉他了呀。他的唇角不自觉地勾了勾，眼看着面前的小姑娘由一脸平静变成了怒目圆睁，他终究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江一棉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却被眼前这个带着笑容的面庞给惊讶到了。少年本就长得精致好看，一双桃花眼格外多情，如此瞧着，江一棉心里的那点不满瞬间就消散了。希望你能保密。我帮你保密有什么好处？唉，你帮我保密，然后每天都能来我家吃饭。太爷刚才说了，让我有时间就来吃饭。我若是想去你家吃饭，凤琴婶婶应当是愿意的。江一棉真的要暴走了，他很想反驳，爱说不说，话落就要离开。一言为定，我帮你保密，至于好处，等我想好再给。话落，他就先一步离开了，完全没给江一棉拒绝的机会。哼，跟他斗还是年轻了点儿，到时候对方真要问他要什么好处，他死不承认就是了呀。他又没同意今天的事儿，陆慈简一有时间就会来小洼地蹭饭，每次手里都带着不少野味儿，倒是让小洼地的众人跟着过上了天天有肉吃的日子。今天的晚饭异常丰盛，炖了一锅羊肉汤，还有一大盆红烧兔肉，几乎每道菜里都有肉味儿。就是神仙豆腐也是用肉末加了调料拌的，格外的香。今天还特意油炸了一份芋头饼，酥酥甜甜的，几个孩子格外喜欢。一顿饭，众人吃得十分的满足。眼下虽然入了秋，但气温还有些高，一碗羊汤下了肚，只让几个人都热得冒了汗，但都觉得身子舒服了不少。喝着羊汤，聊着天儿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不远处稀稀拉拉的长着不少野棉花，眼下棉桃已经炸开了，有些棉絮也落在地上。江一棉连忙上前把棉桃摘了下来，江一棉也终于找到了能把棉花拿出来的由头。江一棉一边摘棉桃，咪咪则是在一旁扑鸟雀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它也长成了一只1米多长的老虎。好在咪咪只是出来扑鸟的时候会露出一副凶相，在小洼地里还是和以前一样陪着几个小孩玩闹。看了一会儿，江一棉就收回了视线，继续摘棉桃了。到时候他把棉絮摘下来，就和空间里的棉花混在一起分给几家，估计也没人能瞧得出来。想好了这些，江一棉才打算带着咪咪回去。一根长长的藤蔓缠绕在咪咪身上，走近才发现那藤蔓上长着大大的绿色叶片，还带着个小小的尖儿，竟然是地瓜藤。江一棉瞧着地面上那已经被咪咪弄断的根茎，有些意外。哼，这小家伙倒是会找东西啊，竟然发现了不少野地瓜。江一棉见附近有不少地瓜藤，就直接动手挖了起来，打算带回去吃。此时流民聚集的林子附近，刘大飞带着李小芳和刘小飞父子趁没人注意，就又朝着林子深处去了。矮个男人一早就注意到了，直接示意身边的人跟了上去。刚刚才走了1刻钟，就见刘大飞一行人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。有老虎，林子里有老虎。果真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看见了一只只露出个头来的老虎，只吓得众人闭着眼睛一动都不敢动。王柱子好一会儿才敢朝那灌木丛中看去，只见那里空空荡荡的，谁若是再敢进林子深处，后果自负。其他的人都被吓得不轻，一想到那只老虎，谁还敢朝林子里跑呀？刘大飞几人更是不敢出去了，也再没了去找刘老头的心思了。哎，吃树根就吃树根吧，至少饿不死呀。那林子里可是有吃人的大虫，真遇上了，指不定能活吞了他们呢。那刘老头啊，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。那么长一个大虫，定是会把他们全都给吃了的。他们呀，还是在这外面才安全呢。江一棉这会儿还在开心，今天的收获不小，打算回去。偏偏咪咪却不见了踪影。咪咪不知跑去了哪儿，
身上带着不少树叶和各种藤蔓。江一绵奇怪地看了一眼，只以为咪咪是又去扑鸟了，倒也没怎么在意，就带着他回了小洼地。刚走到自家院门口，就远远瞧见刘老头带着陆慈简。一绵，你快来，挑几个好的，拿回去让你娘给你做身暖和的夹袄。刘老头和陆慈简只把手里各种动物皮丢在了地上。哎呀，我倒是忘了，有这皮毛也能做衣服呀。咱家还有几张兔子皮，一会儿也拿出来，大家分一分，做成冬衣，定能御寒。这都是慈简的功劳，他担心我们没有冬衣，叫我拿来让几家分一分，制成冬衣御寒。是啊，刘叔说的对。话落，他就拉着王凤琴蹲下身子在地上挑了起来。这下好了，不用愁了。我们那些芦须衣服做好，再加上这些皮毛衣服，定能过个好冬。真是多亏了慈简了。江一绵有些意外，陆慈简会想到他们没有过冬的衣服，特意拿出攒了这么久的动物皮毛来。地上的皮毛看着就不少，每张还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。陆慈简定是给自己准备的吧？没曾想倒是给他们送来了。江一绵心下微动，忽的就有些好奇，陆慈简怎么会一个人住进这深山的？对方会武功，还识字，周身的气度也不像是农家能养出来的。这样一个人住在这深山老林里，着实奇怪。哎，一绵，你哪摘的野棉花？明日里啊，我们也去摘一些。他们都要去用芦絮做衣服了，那东西轻飘飘的，风一吹就散了，不暖和。这会儿一瞧见棉花，几个人都有些激动。外面还有不少呢，我一个人出去就成了。等这些棉花晾晒好，我再给二位婶婶送去。开玩笑，要是真的带几个人出去摘棉花，那他还怎么朝野棉花里塞空间里的棉花呀？大晋的冬天算不得太冷，但一下雪依旧是寒风刺骨的。在棉花和布匹不够的情况下，能多出一些动物皮毛制品的衣服还是很不错的，既防风又可以保暖。赵大狗、狗剩4个人跟着刘大勇和刘老头就出去继续挖魔芋和芋头了。因着听江一绵说这2样东西都能磨成粉晒干保存，几个人这几日就一直忙着挖，生怕冬季来临的时候粮食不够吃。小野、小暖儿和大丫则是听话的继续练字。赵杏儿想着有了野棉花，他就赶紧多织一些布出来，好给大家添置冬衣。刘小云和王凤琴陪在一旁缝补衣裳，偶尔说几句话，每个人都忙碌着。江一绵瞧着小洼地里生机勃勃的样子，心情大好，转头看向身边的人，好奇地说：你为何会在这山上？你识字为何不说？他也有些好奇眼前这姑娘了，瞧着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，可不仅会识字，还认识那么多药材和各种稀奇古怪能吃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对方很厉害，能轻易地感知到周围的人。那一次，他虽然没有刻意的隐匿气息，但普通人还是不可能察觉到的。可江一绵却瞬间锁定住了他。一个农家姑娘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江一绵一噎，没想到对方会问他这事儿。不能告诉你，就是他说出来，怕是也没人会信呢，指不定还会把他当成妖怪给抓起来呢。哼，你若想知道我的秘密，就拿你的来换。如此才算公平呀。江一绵瞥了他一眼。我的秘密说出来吓死你。陆慈简挑着眉，越发感兴趣起来，可江一绵却没再开口。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困了。话落就径直回去睡觉了，而被吊足了胃口的陆慈简只能呆愣在了原地。小半个月过去了，狗生和大树他们最近也挖太多魔芋和芋头了，这刚晒的粉，估计明日就又能晒上满院子。江一绵也有些无奈，他都怕这些人把芋头和魔芋给挖绝种了。狗剩、大树，你们把我切下来不能吃的魔芋带出去，随意挖坑种下。只等着几个人把东西种出去，省得山里的东西绝种了。至于芋头嘛，
他会自己生出一些玉子来。他一早就嘱咐过几个人要留些玉子埋在地里头，好等明年继续发芽。狗剩连忙应了声，就又脚步飞快地跑了，像是在躲什么。他们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他有那么吓人吗？哎呦，这几个是躲小野呢，怕被他缠着叫识字。好不容易最近词典没来，他们实在不想认字，宁愿出去挖魔芋和芋头。能多挖些芋头和魔芋也好，不至于让他们过个冬一直吃稀饭和苞米糊糊。看来他最近还得再找一些容易存放的食物才行。等冬季一来，山里的叶子就全部凋零了。若是再下雪，他们就不能再出去找食物了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子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都小半个月没来吃饭了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他原本还想着给对方也添置一件冬衣，奈何这些日子陆慈简一直没有来，他估算不准尺寸，只好作罢了。对呀，公公最近也没怎么遇上慈简，莫不是真出了事儿？我一会儿让大勇去瞧瞧。啊，一会儿狗剩回来，让他也去。慈简这么久没来，是有些奇怪。我去看看吧。太爷和大勇叔这会儿应该还在地里除草，狗剩他们挖芋头也都忙着。只有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闲人，正好出去找找其他的吃食，顺便再去陆慈简住的地方看一看。江一棉背上背篓，和咪咪一路走一路看，除却摘了些蘑菇，就没再发现其他的东西了。见实在没什么可摘的，江一棉才带着咪咪径直朝着陆慈简住的地方走去。一人一虎很快就来到了小木屋前，江一棉皱起了眉，上前几步看了看，估摸着陆慈简最近几天都没有在，他只觉得奇怪，这家伙好端端的居然这么久都不在，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还是遇上了什么危险呢？他又向周围瞧了瞧，确定没有陆慈简的踪迹，就打算回去了。左右那家伙也厉害，能从一只成年老虎手中逃脱，应当是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正要带着咪咪离开，有人吗？能救救我们吗？你们在不在？江一棉蹙起眉。王柱子瞧着面前的几处陷阱，只急得在原地来回踱着步。若找不到人救命，不只是他媳妇和孩子会死，山上的那些流民估计也会死。他不想媳妇和孩子死，也不想那些人死去。他心一横，正要避开那些陷阱，朝林子深处走去。又是你，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媳妇儿和孩子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他们已经发热好几日了，山上的其他人也是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。山上的流民有了吃食，还一起搭建了草棚避风遮雨的，眼看着日子也走上了正轨。可最近的天气一天天凉爽下来，再加上前几日的一场大雨，不少人就开始咳嗽发热，眼看着全部的人都要中招了。王柱子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求来了这里。江一棉听了一怔，如今这个季节正是流感多发的时候，山上人又多，还挤在一起，一个生病了就会瞬间传染给其他的人，若是不及时控制，到最后发展成瘟疫那就糟了。姑娘，求求你了，只要你能帮我们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不是为了救你们。王柱子一时还有些没反应过来，就见江一棉已经朝着林子外走去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饶是路上已经知晓流民的情况，如今还只是50-60人，以后流民定然会越来越多。山下的匪患一日不除，那山上的流民也一日不会少，而他们小洼地里也就一日不得安宁。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到底如何了。距离第一次在山上见到流民夫妻已经过去近2个月了，朝廷的安排估计最近也应该能到位了，就是不知道清水县的县令会不会派人来剿匪。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了，倒是有能力可以解决山下的那些山匪了，可冒着生命危险白白帮朝廷剿匪，他还是有些心有不甘。而且眼下这个情况，山匪的事儿应当也是传了出去的，若是几百个山匪一夜之间全都死了，实在是太过引人怀疑了。
所以他不能贸然出手。一进草棚，江一绵就皱起了眉。大多数的老弱妇孺都躺在地上，眼下天气凉爽了不少，别说是发热的病人了，就是正常人这样睡下去也会得病的。这草棚才搭出来不久，大家都生病了。若不是这些日子他招呼众人多搭建了几个草棚，这些人估计也只能躺在外面的地上受冷风吹了。只在草棚里昏迷不醒的李氏身边蹲了下来，伸手探了探对方的脉搏，确定只是普通的风寒感冒，才松了口气。啊，不是瘟疫就好，普通的风寒感冒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可在这古代却是会要人命的病症。你一会儿带着几个没生病或者症状轻的人去捡些柴火，若是看见艾叶就一并摘回来，拿进林子里熏一熏。如今这个季节流感多发，用艾叶熏一熏是相当有好处的。我媳妇儿和孩子还有救吗？没事的，能救。好在王柱子来叫他叫得及时，若是再烧下去，大强一个小孩非得烧傻了不可。王柱子听了这才松了口气，只叫上了几个症状较轻的人，就去林子里捡柴摘艾叶了。江一绵则是从空间里拿出退烧药，给几个症状严重的患者喝了下去。至于一些症状轻的，他则是叫上几个人在林子里挖了些老姜。江姑娘，这姜都老得咬不动了，你挖来干什么？而且这秋季可不是吃姜的时候呀。你认识姜？小洼地里可没有人认识这个，要不是他说可以用来调味儿，几个人还只当是什么没用的东西呢。我是越江府的，我们村里不少人都吃姜，辛辣刺鼻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又不能当饭吃，最多呀也就调个味儿罢了。姜也是一味药材，可以温肺止咳、发汗解表、驱寒除湿。山上不少人都是风寒咳嗽，煮些老姜水喝，可以预防风寒发热。现在这老姜正好拿来给大家驱寒。你们最近这些日子还要多捡些柴火，不然冬季一来啊，光是这天气你们都受不了。这些人虽然和他没有关系，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几十人都冻死在这山头上。他一一把江一绵说的东西记下。江一绵只问了些关于山寨的事儿。我们不太敢下去，就只是远远看了几眼。最近几日山寨里的人似乎都很开心，半夜还会点着火吹着号角，远远的都能听见底下热闹的声音，吓得他们晚上都睡不踏实，生怕那些山匪冲上来砍几个人助兴。江一绵一阵了然，眼下最多还有2个月就入冬了，那些山匪最近定然是去抢过冬需要的粮食和财物了。这附近的村子大概早早就被山寨的人给洗劫过了。山寨的规模虽然不小，但他们也不可能去太远的村镇抢劫。这几日能抢了不少东西，估计都是抢的过路商队。有商队抄近道从这附近经过，几个发生战乱的府城看起来情况应当是好了不少，估摸着要不了多久，附近的村镇也会慢慢恢复的。得出了这个结论，江一绵的心情都好了不少，又交代了王柱子几句才离开了。回来的路上倒是让他发现了一棵树，一棵山核桃树，去掉黄色外皮，发现里面的核桃还是完好的，当即就在地上捡了起来，没一会儿就把身后的背篓给塞满了。做好了这些，江一绵才又去摘了些艾叶，打算带回小洼地一并熏熏。等他回到小洼地的时候，已经是午时了，咪咪也早就跑了回来。午饭很丰盛，炖了一大锅兔子莲藕汤。前些日子，江一绵就发现荷塘的荷叶枯萎了，于是就叫众人挖了些莲藕出来。眼下每家都有不少莲藕了，因着今年若是不挖出一些莲藕来，等明年荷塘的荷叶再长出来的时候，就会堆叠在一块儿，遮挡出去的路不说，也不美观。眼下倒是让众人多了一份美食。一绵姐，有野猪跑进来了，你们快去看看。远远的就看见2只成年黑皮大野猪朝着菜地的方向奔了过去。野猪在林子里四处冲撞着，众人都吓得不轻，不敢上前。要是其他的小型野兽，
那他们还敢上去拼一拼？可这2头大野猪实在是看得让人发怵。怎么办？这么大2头野猪，我得把菜地毁了。菜地里的青菜可都是留着过冬吃的，这要全都被野猪毁了，他们吃什么呀？他刚才不过就是出来吹吹风，谁曾想就忽地看见2头野猪，只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。刘老头也急坏了，这些个畜生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我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把他们赶走。野猪一旦发起狂来，可不是他们能治住的。别说是菜地了，就是他们的屋子也要遭殃啊。屋子全都是木头用榫卯结构搭建的，眼前这可是2头成年的大野猪啊，冲撞力大的吓人，一个顶撞定是会把屋子顶出一个窟窿来的。这不行，他得把这2头野猪给引开。你们别过来，躲远一些，若是野猪发狂就赶紧跑。话落，就径直朝着林间的野猪冲了过去。众人吓了一跳，急得不得了，当即也顾不得害怕了，赶紧就要奔过去。别着急，我们先别去添乱。若是以前，他是绝对不会信有人能对付2头大野猪的。可这大半年相处下来，他深知江一绵的厉害，他们若是贸然去帮忙，指不定还会帮倒忙呢，还不如留在原地看情况呢。其他人这才冷静下来，拿着农具死死盯着正在林子里冲撞的野猪。走近了，江一绵才发现野猪身上受了不少的伤。那只疯狂在原地打转的野猪，因为眼睛受伤看不大清楚路，完全被困在茂盛的树林里了。一个飞身拿着手中的匕首就朝着野猪的另一只眼睛插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2只速度极快的竹箭也朝另一只野猪射了过来，就插进了另一只野猪的双眼里。陆慈简的身影也终于出现在了林子里。一绵，慈简，你们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今年冬天啊，不用担心没有肉吃了。这么大的2头野猪，足够他们这个冬天好好享用了。好端端的，野猪咋跑这儿来了？怪我失手，没讨好野猪，倒是让他们跑出来吓着你们。慈简，你以后要是去打猎，可以叫上大勇和大树他们，一个人去多危险呀！好在没出事儿。陆慈简应了声，倒没再多说什么。江一绵也去简单清洗了一番，换了件衣服。陆慈简也是，都是凤琴婶婶做的衣服，咋瞧着这么不一样？他觉得慈简哥穿上好看的紧呢。江一绵正要去帮忙，就被赶走了。哎呀呀呀，快去一边，别来掺和。对呀，去玩吧，这儿有我们呢。几个孩子就被大人们赶去一旁玩了，他只能无聊地坐在一旁，正头脑放空着。身边的矮凳上就多出一个人来。谢谢了。他知道这2头野猪定然是对方故意赶到小洼地来的。陆慈简身子一僵，故作不知地说：我就随便教小野他们识字，不费事的，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江一绵憋着笑，看向了旁边正襟危坐的人。我是说野猪，你是故意把他们赶过来的吧？他才不信对方解决不了那2头野猪呢。陆慈简怔了怔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。他确实是故意把野猪赶来的。2头野猪足够小洼地的人过一个好冬天了。这些日子他经常来小洼地吃饭，每次的饭菜都很丰盛，不管在哪一家，他们都会拿出最好的来招待他。已经入秋，有不少动物都冬眠了，等冬季来临，林子里更不可能有猎物。这2头野猪你们留着，可以好好过完冬天。你不打算和我们一起过冬啊？少年瞳孔微动。你希望我和你们一起过冬？少年本就生得好看，这会儿面带笑意，只更加勾人了。江一绵看得有些恍神，被那澄澈期待的眼眸看得心跳都快了一些。他慌忙移开视线，谁说只有好看的女人是妖孽？男人也是啊。他压下心底的那点慌乱。你想在哪儿过冬就在哪儿过冬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在，我们还能省些粮食。眼下眸底的失落，才淡淡的说：也是。说罢又想起了什么。我最近这些日子都不会在山上，汤池那儿你们可以继续去的。
那个地方很隐蔽，轻易是不会有人过去的。江一绵本想问对方要去哪儿，开口却变成了我才不去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去偷看。陆子简瞬间就红了耳尖儿。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不准想。陆子简也愣了，当即弯了弯嘴角，在想你为什么不让我想。江一绵只后悔的想给自己来一巴掌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把野猪赶过来，人却没影了？多危险啊！太爷他们哪是野猪的对手？不是有你吗？那2只野猪怎么会是江一绵的对手啊？哦，来小洼地的路上遇见了几个人。是什么人？估计是山下的山匪，他们似乎在找什么人，把我认错了，才会一直紧咬着不放。江一绵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应该是和他们没有关系的，就是不知道山寨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小洼地的位置隐秘，轻易不会被别人发现，那几人的踪迹也被我清理了，你放心，山寨的人找不到这里来。你不在山上过冬，是打算下山吗？陆子简点了点头。江一绵见状也没再多问，我只是有些事要忙，不是要回家。至于什么时候回来，会不会回来，他还真的不太确定。陆子简只是看了江一绵一眼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一连几天，陆子简果真没有再来小洼地。王凤琴做着手中的衣服，也不知道子简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还是给他做件冬衣吧。几个人正说着，刘小云就从小溪边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。小溪边有个死人。他不过就是去洗个衣服，谁曾想大老远就看见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那儿，吓得他腿都软了。众人的心里都是一阵害怕。江一绵则是想到了陆子简说的山匪找人的事儿，就看见一个身穿粗布麻衣的年轻男人，男人面色苍白，紧闭双眼。这尸体似乎是从别的河道冲过来的，瞧着没死多久，啥情况呀？刘老头皱了皱眉，他小心翼翼地探了探地上人的鼻息，还有呼吸，人没死。几个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警惕了起来。江一绵上前给地上的人把了把脉，确定脉搏还在虚弱地跳动着，人确实还活着。若是他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当是和官府的人有关，他得先观望观望。刘老头有些迟疑地说：一绵，咱要不先把人带回去？这人受伤了，若是一直留在这儿，没流血过多而死，也被冻死了。先带回去。大勇叔，你最近带着大树几人在山上四处巡看，若是发现什么情况，及时回来告诉我们。因为男人受伤不轻，几个人直接就把人抬进了赵大树的屋子里，把人都赶走了。江一绵才在对方的身上找寻了一番，没有发现任何能确定身份的东西，只得作罢。江一绵从空间里拿出针和一早搓好的蚕丝线，消过毒之后，才开始给男人缝胸口处的那道最大的伤口。这蚕丝线本是打算留给陈铁柱做手术用的，如今倒是先给这个人用上了，正好试试效果。忙碌了1刻钟，江一绵终于是缝好了伤口。那人也没死，就是受伤严重了一些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听慈简说，外面的情况已经好上了很多了，估计过些日子朝廷就会派人来剿匪的，不用害怕。虽然只是他的猜测，但这会儿为了能让大家安心，他还是决定说出来，只能委屈陆慈简给他背锅了。希望他没有猜错，朝廷的人要快点来剿匪才是呀。小洼地里这几天又开始了新的忙碌，因为要入冬了，眼看着每间屋子里都有了取暖的东西，众人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江一绵则是去看了那个受伤的男人，见对方依旧昏迷着，才背着背篓出了小洼地。这几天忙着炉子的事儿，一直都没出去，他得去问一问王柱子镇上的情况如何了。江一绵快步走了1个多时辰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怔了怔。原本50、60个人的山头上少了一大半的人。江姑娘，你可来了，若是再不来，我就打算下山了。他还想着一会儿去深山里找找人呢，这人就来了。山下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你没猜错，
镇上的情况好了不少，大多数逃荒的人都回来了，大部分都回了自己的村里，但还有一部分聚集在各个村镇上。官府每日都有人在镇子外的林子里施粥，还搭建了窝棚供流民住。大家都说县里新来的县令是个好官。若不是想等一等江一绵，他们估计也早就下山了。前些日子小六和几个流民一从镇上回来，就说镇上已经不乱了，还有官府的人巡逻施粥，这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。有些人连夜就下了山。那官府的人打算怎么安置流民？听那些官兵说，流民可以领种子和粮食回自己家乡，也可以由官府安排去各个村里开荒种地。有了官府作保，他们这些流民就能在村里安置下来了。若是没有官府的人，他们就只能四处流浪，那些村子定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。对这个安排还算满意，朝廷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很不错了。看来清水县新来的县令确实是个好官。小六说的没错，江姑娘可要和我们一起去镇上？江姑娘，你要不带着家人跟我们一起下山嘛？估计要不了多久，县令肯定会把我们这些流民给安排好的。眼下镇上虽然已经不乱了，但这附近的村里还没有流民回来。听说是知道山下山匪的事儿，都聚集在镇上，不敢回村。有这些山匪在，短时间内杏花村的人也住不进去，跟他们一起去镇上，说不定官府的人会安排他们去其他的村子。他们在小洼地里可比以前在村子里的日子还好呢，自然是不可能就这么离开的。而且杏花村被占了，他们若是被县令分去别的村里，是没有宅基地和田地的。农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屋子和田地了，若连这都没有，他们还怎么活呀？至于去开荒嘛，他们还不如继续留在小洼地里呢。不仅有田地，还有屋子，可比寄人篱下要好得多了。况且他还想看看那个新县令打算怎么剿匪，是会被山寨的规模和这连绵的深山给吓跑，还是如何？王柱子见江一绵有自己的打算，也没再多劝。江姑娘和家人在山上要小心些才是。多谢柱子哥担心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一会儿就下山离开。越早离开就越安全。这些日子多谢江姑娘了。话落，就带着一行人朝着林子深处走去。路上一直在思考着官府剿匪的事儿，但山匪所处的位置易守难攻，背靠着连绵的山脉，附近几条路还被高高的沙石阻拦。官府的人一来，瞭望塔上的人估计也会注意到，要想剿匪，对官府来说还真是件麻烦事儿。不过他倒是想了个好办法。以前因着顾忌王凤琴和几个孩子，再加上自己的身体和实力还没恢复，没把握对付山匪，他就没想过和山匪起正面的冲突。可眼下实力基本已经恢复了，王凤琴他们躲在小洼地里也不会被人发现，他也就没了后顾之忧。不过山匪已经被官府注意到了，若是一夜之间全都死了，官府的人怕是会觉得遇上了什么妖怪吧，反而还会开始怀疑山上的情况。他还是先按兵不动吧，看官府怎么解决，到时候再增加一些小小的助力就好了，既可以铲除匪患，也能隐藏住自己。正想着，就听见了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，似乎是在叫救命。看向那处布置着陷阱的林子，手里也拿出弯刀匕首，小心地进了林子。江一绵小心地朝着声音来源走去。姑娘，救命！你快救我上去，我有要紧的事要做。说是有要紧的事要做，可少年却丝毫不着急，一边擦着脸上的泥土，一边还整理着那身鲜艳的红衣。江一绵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哼，这骚包男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喂，你救小爷上去，小爷给你银子30两。林彦安当即瞪圆了眼。喂，你狮子大开口啊！30两，你咋不去抢？江一绵耸了耸肩，做事要走。行，30两就30两，你快把我弄上去。他都在这坑里待了好几个时辰了，都快把他冻死了，
若眼下这人不救他，估计着也不会有人再来这深山老林里了。到时候他不是被冻死，就是被山里的狼给咬死。他可在这林子里听见了不少狼嚎声呢，吓人死了。江一棉这才随手割了一截长长的藤蔓，他自己则是隐藏身形，立马躲在了树后。林彦安看着那根藤蔓，只感动得差点当场哭出来。要不是山下那群山匪，他哪会慌不择路的上山来？刚一从深坑里露出头来，一头眼睛发着绿光的狼就猛地朝他扑了过来，吓得他大叫一声，手一滑，整个人又再一次摔进了深坑里，摔得他眼冒金星。江一棉则是趁着野狼扑了空，手起刀落，瞬间就解决了那只落单的野狼。你没事吧？你故意的吧？拿我当诱饵引狼出来，我不给你银子了。刚才差点吓死他，他万一上去，这家伙也给他解决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可他若是不赶紧离开，府里的其他人和那些货物又怎么办呢？不上来算了，这藤蔓我割断了。别割，我这就上来。他正要伸手抓藤蔓，江一棉却直接抽走了藤蔓。先给银子。林彦安深呼吸了好一会儿，选出一张30两面额的，朝着江一棉丢了过去。江一棉接了那银票，瞧着不像是假的，才收好了，把手中的藤蔓再次丢了下去。等林彦安再一次哼哧哼哧爬上来，江一棉已经背好背篓，提着死狼打算离开了。狼群一般不会单独行动，附近估计着还有其他的野狼，若是闻见这血腥味儿，估计很快就会找过来，他们要快点离开才是。等一下，怎么绕过山寨下山？江一棉看向了他，正要示意对方跟着他，解开腰间的钱袋丢了过去。就只有5两了，快带我下山，小爷真有急事儿。江一棉又接过了钱袋，林彦安却猛地护住胸口，有些惊疑不定。这家伙该不是还想要其他的银子吧？这可不行啊，怀里的银票可不只是他的。江一棉看得好笑，跟我来。他也没那么心黑，本来就打算带对方下山的，不过这家伙人傻钱多，他也不介意再收那么一点儿。俩人在林子里七绕八绕的，终于是把林彦安给绕懵了。好在已经找到了下山的路。